進行一些代替，或者說是進行一個平替。他們的一個團隊配合的話，也是我们这边是老挝代表队的一個成員也好，是吧？又或者是像哥的魚女。出插回游的一些狀態的話，可能很牛。上也是會進行一些小克制，但是你對比其他的角色的話，肯定還是好追擊一些。沒錯，果然這邊也是開局直接包住大房。那看一下魚女的一個選擇的話，是直接往中場走，但大房好像沒能包住求生者啊。對，調香師這邊的話是提前就已經拉開距離了。那回來的話，其實這邊的一個耳鳴是並沒有顯示出來的，所以說。選擇利用聆聽去探測一下求生方的一個位置，但好像作用不是很明顯，對，已經拉走了。這邊的話選擇原地去放了這個，其實想影響中場的密碼機作用不是特別的大，因為大副現在呢，我可以換呢，對吧？我中場不破譯了，我可以去樹林那邊去進行破譯。沒錯，而且開局追擊大副的話，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狀態嘛。大副我們也知道，對他的一個牽制能力是比較強的。然後這邊的話也是來到中場，然後並且暴露了自己一個特質是帶了一手聆聽的話，其實求生方這邊也不太介意說去防你的閃現啊等等一些技能了。還要再進行追擊嗎？這裡要再進行追擊，外面密碼機已經快要2台半了。對的，感覺是剛好在這個懷表的一個真空期的 CD 當中。是的。命中了求生者一刀啊，求生者也很穩，也不會選擇過來先進行一個蓋板，我直接拉走，讓自己的道具我能直接再次使用一次啊。對。那看一下這邊要不要選擇交技能，並沒有。好，選擇交技能，然後也是跟上大副的一個足跡。是。那這邊的話還有一個懷表，看一下是要選擇交嗎？但這邊好像有點丟失視野了。對，丟失視野沒有找到，那又能回到中場的一個閉合區域了。對。來到中場，發現已經是有2個人被影響到了，但現在這個懷表並沒有使用出來，要不要使用呢？想省，看出來是。哇，一個回身的砸板。是的，是。好。再次使用技能，這邊再次追上距離，但是手上還有懷表，並且已經撿到了教授的一個鱗片。對，看一下選擇鱗片，哦呦，彈了一刀。是的，彈開了。那這個普通攻擊現在也是沒有辦法命中的。這裡再進行追擊。但是能看到外圍的一個密碼機的進度的話，已經來到了3台半的一個情況了。對，而且這裡再次好像有點丟失視野了。這個地下室好像也不是在大房啊。對。這樣子的情況的話，可能在後期，擊倒了大副之後，懷表這邊還能省下來啊。這水汽沒有一直能去補上，它水汽一直是有機會再去掉的。你雖然現在增長了，但是它一直沒有包成一個範圍圈。是的，這邊再一個回身的砸板命中。是的，還是有點拿到這次的普通攻擊。對的，而且求生方這邊是壓了3台密碼機了，是，然後剩下的最後1台也是來到一個80左右的一個進度，密碼機都快要壓好了。對，感覺這邊的話畢竟是攜帶了一手聆聽，所以說追擊能力上面感覺是有點，我認為有點危險了，因為你現在還有個懷表，它有可能會存在4個求生者同時在場的這麼個情況，甚至就是說你現在。有個地窖的可能，萬一你這個求生者，我仗着這有個懷表，我強行走這地窖，你監管者是攔不住的。是的，好，再次使用聆聽的話，還是丟失了大副的一個視角啊。這個聆聽，我覺得最好不要再去使用了，對吧？畢竟你後期可能還要選擇底牌。是的，你這個底牌得去切的。對，能看到我們對局的時間來到了一個3分50多秒的話，其實密碼機已經是一個壓好的狀態了。對，來看一下，並沒有選擇直接通電。想看監管者這邊的動向，然後再去決定。對，而且求生方這邊3個人是已經到達了小門附近的一個位置，好像是直接亮了。沒錯，再去找，找這邊的木偶師。看到木偶師了，木偶師也不是很好欺負啊。對。而且這邊雖然說你是攜帶了挽留這個特質在的，但是木偶師的一個特質的話，同樣是可以去抵擋這個挽留的。對啊，你打完這一刀，他這邊的話是有一個膝跳反射的，我記得膝跳反射直接衝門了。一個膝跳反射出來，往門口靠近，這邊沒有選擇切自己手底牌。那這樣子的話，開局的上直接破譯了168。沒錯，小楊，沒錯。
中场地形在面对维龙的一个範圍內的話，看一下這裡開局是已經去找到求生者了。對的。臉上的話也是先知，這個位置空地，而且一鳥沒有回來。這邊一個鑽龍，感覺是要走到臉上，給到了命中一個普通攻擊。是的，普通攻擊現在也已經命中。一道存在感也已經拿到，地形能進去嗎？我感覺還是會被他卡住啊，不太夠，而且第二次也命中了。對的，維龍是把先知這邊給召回來了。像擊倒的速度非常的快啊，30秒先完成擊倒，然後35秒先掛上狂歡之椅。對的，因為就在椅子旁邊嘛。是的。那其實前期的一個密碼機的破譯速度，我們能看到，畢竟你區域選擇上面是比較擠的一個情況，所以說跑圖的時間會比較久。哦，這邊是交了2次鱗片都直接交了，提前交了，而且這邊鑽龍過來，距離是有點拉遠了，一直在鑽，這裡先吃一次普通攻擊，然後這邊再下一次的圍龍，看能不能直接再拿到第二次。人並沒有救下來，人沒有救下來。這求生者沒救下來，你這個節奏更不好了呀！可能先知這裡就直接完成淘汰了。對的，而且窺視者的話也會影響這個交手的一個治癒速度嘛。所以說，如果圍龍罩住了過來救援的空軍，我可能還可以牽起先知去命中求生者。對的。這裡還可以再釋放一次圍龍，哎呦，拿圍龍直接把這個信號槍給擋住了。是的，那這裡要選擇牽起教授了。是的，看一下這邊的一個普通攻擊命中，是，那也是順利的開啟了自己的一個2階的形態。這樣的先知是沒能救援下來是非常虧的。你現在密碼機我們也看到，就是說是你可能全場合下來，它才有1台密碼機。對的，對的。哦，那這邊的話也是選擇往外去拉開位置啊，並沒有選擇直接過來救援。那其實2個求生者很快就要碰頭了，看一下這裡應該要協同一起去救援了。畢竟這個外圍的位置可能被攔到了，會有救不下來的風險嘛。是的，但密碼機現在是沒有在破譯的情況，所以現在的救援一定是要讓被救下來這個人有一定牽制的空間。是的，是命中了一下法如女士，但是法如女士並沒有救援，求生者沒有救下來啊。對，走開了。那一個月龍過來，並沒有命中到法如女士。看一下普通攻擊，又普通攻擊。2次普通攻擊都沒有能打到，對的，但這個求生者還是沒有去進行救援。是，然後再釋放圍龍，有選擇釋放。是的，這裡的話也是沒有地形可以牽制了嘛，是完成擊倒，對，完成擊倒。然後再掛上狂歡之翼的話，也就可以再去完成這麼個法羅女士的這個淘汰了。先追擊一下空軍，因為畢竟你現在密碼機的一個狀態是並沒有完成1台的一個破譯，然後並且也沒有來到我們的有刷新地窖的一個機會嘛。你畢竟要破譯2台，你可能才會刷新出地窖。那現在的話，其實對於博小安來說，我只需要注意密碼機的一個抖動，哎，就可以順利找到空軍的一個位置了。是，這邊也是注意到大房密碼機在抖動了，一個月龍再丟出圍龍，2次圍龍直接到了臉上。是的，普通攻擊的命中。小大房其實也不是很好牽制，對，下一次圍龍可以我直接再次釋放。對的，再一次命中普通攻擊。那這樣子的話，也是完成擊倒，是擊倒了空軍，是，也是再次拿到了一個5個積分。老挝這邊代表隊也是直接是拿到了一個10比0的積分，也等於對，確實很強勢，感覺到，畢竟是在斯里蘭卡代表隊他們一個選圖的情況下嘛，在對面主場的情況下，然後我拿到了一個10的積分，其實這壓力就比較大了，給到斯里蘭卡。那老挝這邊呢，在作為一個客場，我第9次，然後已經擊倒了4次。你這邊的交鋒者也會因為他們這邊的話是黑龍學者中間。求生者這邊化險為夷呢，我們剛剛也看到了有2個去攜帶的。對的，來看一下這邊也是在大房這邊失去零件。是的，為了讓自己的推進器能夠去對對面造成一些狀態上的傷害。對，然後這邊的話也是選擇了一手平地的追擊，然後普通攻擊一下，2次普通攻擊。對的，3次，然後這邊是先破壞木板。
求生者现在已經是抓住這個機會吧，卡住了一個比較角落的視野，讓你監管者發現不了。對。那其實如果說你要去空地去追擊求生者的話，我覺得難度還是相對比較大。對的，對吧？因為小丑他的一個技能還是以這個推進器為主嘛。是的。再加上你現在也只是個聆聽，那麼你這個聆聽是挺難去抓到對面機會的。這一刀，其實這裡普通攻擊打得有點急了。對，急了一點，差點命中。那這裡米耶盧的話也是干擾到監管方的一個視線，並沒有及時找到陶大師。還好是沒有跟丟。是有點丟失視野了。那現在還是能追上這個足跡的位置。再追了上來，但發現求生者早已跑遠了。對。那這邊要不要選擇釋放一下，使用一下技能聆聽呢？並沒有選擇。這個零件其實撿的也不夠多呀。密碼機現在也已經是3台了。對。那外圍新的2台的話，也是正在破譯中了。哎，看到了蟲群的一個位置，選擇去。也不管嗎？其實可以打一下減速。其實普通攻擊你能去給他命中一下會比較好。沒錯，使用聆聽了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求生方的一個位置，但是好像並沒有找到。是。那現在4名求生者都在破譯當中，其實對於監管方來說，現在局勢已經非常不妙了。還是沒有選擇裝上自己的零件。對的，雖然我們看到他已經是撿到了挺多的零件了。是。還在找自己的追擊目標。聆聽，但前面的話，耳鸣亮起，代表這邊是有求生者在的。是。但發現這個好像是個魔術師啊。對，但這裡並沒有看到旁邊的一個足跡。再選擇使用一手聆聽，沒有找到。魔術師在樓上也並沒有去想着监管者會上來。对。那索性再下來接着進行破譯。然後這裡也需要找一下花壇附近的咒師啊，但是密碼機也是隨之通電了。那現在整體密碼機好像是只差一台多一點，就是差一個713的那一台了。沒錯。馬上張狂也要想了。這邊應該是他也是覺得可能這邊的規則裡面會存在人吧。对。虫群也是來阻擋一下監管者。是。硬闖了過去。造成太多的一個干擾啊，畢竟監管這邊是攜帶來手張狂，對，那會攜帶賴收益嘛。那你現在沒有挽留啊，所有的求生者都是衝往了另外的一個門口，那你現在監管者有點去難以阻攔啊。沒錯，哎，使用了第一個技能，是的，但是還是沒有找到求生的一個位置，但是門的話已經是通電完成了。這推進器你現在其實拉出去並沒有什麼太大的用，因為對面求生者都已經是集合，準備出門了。沒錯，蟲群又過來干擾了一下。是。那這樣子的話，求生方再組一個。是。並且也是選擇了技師干擾到2個人嘛。是的，監管者也是另外一個洞再給吸走。來看一下這邊，伊森是選擇直接追擊祭司。是的。那這邊侵蝕值的話是來到了20。看一下回頭，是，那這裡回頭，對，普通攻擊命中的非常快啊。這裡想要再走板區，選擇下板，但板子蓋下，你一旦離開，就會被對面監管者直接給命中，完成擊倒。對。那第2道普通攻擊命中之後倒地，整體的密碼機的一個破譯進度的話，也是來到加起來是差不多1台。沒錯。那會有點難。再讓自己的伊森人出去干擾一下密碼機，中場現在也已經看到了機械師的所在位置。沒錯。要直接出去找他的節奏嗎？哦，想要先守一下自己的狂歡之以上的求生者。對的。然後選擇釋放棉爐。還往外跑嗎？那這個人可能就要淘汰進度過半呢。應該沒有選擇說讓隊友一起來幫忙救一下呢，並沒有。這邊耳鳴也是消失了。祭司的淘汰進度也已經過半。對，然後伊森技術一下陶大師。
啊，也是看到他的位置，并且进行一波追击。赶远，是的，手上闪现也是有的。看下这邊下板，再轉進板區，第一刀被動已經打出來。對的，普通攻擊命中。是。的選擇是吧？哎呦，面前直接就翻過去了。沒錯。也是覺得對面降溫者這個普通攻擊不會直接打出啊。那選擇使用閃現，普通攻擊命中了桃大師，並且他的一個心智值的話是非常高的，是一個85的一個狀態。說前面的話，伊斯人如果能去及時控到桃大師這邊，就很難牽制了。把資源召回，也是再次命中。對的，普通攻擊完成擊倒。那第二手節奏現在也是直接續上，我可以直接再把另外一個求生者直接掛上這個狂歡之翼了。對的。那機械師現在離得比較近，不如讓機械師來進行救援。哎，其實這邊是沒有選擇利用自己的機械傀儡，然後達成一個雙人的破譯啊。對，反而是自己單獨在破譯密碼機。搖滾玩偶一直在自己的手上嘛。對的。然後這邊也是利用桃大師這邊的一個技術，然後選擇看一下求生方的一個分布的位置，看到囚徒來的方向了，那選擇一個手語攔截。是的。在前面的話，囚徒也是立馬掉頭，選擇另外一個方向過去救援，想繞一圈過來，但淘汰進度現在也明顯的是過了一半了啊。對的。到臉上，給到。普通攻擊命中，並且心智值的話非常高，那種感覺把伊斯人召回，而且人是沒有救下來的。這個心智度也是滿到了100，再一次普通攻擊完成擊倒。對，那第3手的節奏現在也是能直接續上，出去再找機械師，找機械師了。看一下這邊在技術一個傳送落地下來，是普通攻擊沒有選擇直接去使用普通攻擊，但其實傳送再滿成了100。對的。但是也是在看一下吧，這邊感覺是很難去扭掉這個普通攻擊了。也是來回切換自己的一個伊斯人。那普通攻擊再次命中的話，囚徒也在臉上嘛。對。如果說你要交出自癒的話，也是很難走掉的。哎，不太好跑。而且這一局的話，還是沒有修出這個地窖的一個位置。是。2個求生者都在臉上，其實呢，現在就我可以。掛上一個狂歡之翼之後，我可以再把另外一個人完成一個掛上狂歡之翼，完成淘汰。對。然後這邊的話也是選擇掛上狂歡之翼。對。啊，那這樣子給到老挝代表隊的話，也是又再次拿下一個5個積分。5個積分。是的，那這樣積分也是來到一個20比0啊，到前3名的才可以。自抓，我覺得對於監管者來說的話，確實團團轉。能看到。